很多招式表面的套路里面的招式是这样子练的，可是你不能照他这样用，因为他常常只练了前半，后半他没有弄出来，所以拳要什么？要老师解这个拳。老师不给你解这个拳，你不懂，然后你照着那个套路练，你就弄错了。这样子变成习惯。我们练习很多东西可以练习什么？我们脚跟不落地，可以这样练。可是条件是什么？你不能说变成这样子，变成膝往前跪了，这样不懂？哎，你看两个膝盖往前，这不行，是提起来，是直提起来，直提起来。听不懂啊？所以这个要什么强？要这个强，要当胯很强。所以我才说，有时候不一定以地为根。你把脚跟，你练拳把脚跟提起来试试看，很难，这个很难，就是说。你的当胯很强，你才能守得住这个桩啊，守得住这个桩。这个你们现在还不用试，你们现在你知道就好，知道就好。练拳的可以有这样一个阶段。站桩，我们以前站桩也是一样嘛，你先这样站嘛，然后变成偏马步。我讲的偏马步就是这个叫做偏马步嘛。当你这个起来的时候，你不可以用这样子，不可以用膝盖往前的时候让脚跟起来，而是四肢都不变，重心也不变，提是这样子提，这样子提起来，两个提也是一样提，你看是这样提，而不可以这样提，而你不可以这样子提，这样不懂？所有的桩你都可以这样练啊，前提就是重心不能跑到重量不能跑到膝盖去啊。你们练拳也可以，你们练挑打试试看，只练挑打，这样子练，很难的，看不懂？这就是用什么？以胯为根了。整条腿的控制是在胯，脚是什么形态不重要啊。好，这是想到了跟你们做一个提醒，以后你们有机会进阶的时候这样练啊，要知道他要怎么做啊。前一阵练那个抽脚底，好像抽到一定程度，他脚跟就会起来。对，对，就是让状态去练。对，所以他是抽拔起来嘛。它是抽拔起来，它不是跪让脚跟起来，抽拔起来这样子啊。好，来，你们再练手，接这样子下来，看不懂？上步，后不是穿的时候后面的脚就上来，变成虚步了。穿上来的时候变成。这一翻变成往下探，这样子，身体要有一点往前松着。哎，你要有小孩子偷糖果那个探的那个渴望啊！这边就开始走圆了，从这边就往外走了，你不能到这边走。走，拉高，对，这里先不直，你是到这边劈下来的时候，腰一塌，啪出来。没有哈，这个掌啊，我们这样劈是这个，你看一个圆上往下的力量，可是。这样劈的时候啊，你看哈，当我这样劈的时候，他如果这边挡到了，劈的时候，我是不是
应力，它回力就到这个走了嘛，到这个走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走会受伤。所以我们一般这个劈啊，是到这边的时候，它一拦啊，马上一沉，啪，从这边打。所以一劈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在这边一沉，从这个转成这个一沉转成这个，听不懂？我又不转，像这种劈，我这个劈下来，我不是要在这边劈它，我可以在这边引他的手起来，所以他的手起来，我在这边一打这一劈来，马上转。以八卦来讲，你看马上转成这样子，这边跟这边，所以我不是真正要这样子劈他，晓得吗？因为你这样子劈人，你自己受的伤害大，你力量越大，你自己受的伤就越大。我只是，但这种劈它很有威力，它的威胁感大，是不是？它又快，因为这种劈我们叫旋风掌嘛。这种劈用腰的这个力量下来，它又快，力量又大，人家的那个威胁感强，所以大部分会来拦，是不是？我们就趁那个时候要变。所以你看这个时候，它常常会有到这边的时候，它变什么？有拳里面它有变成这个了，它就成为这样子了，是不是？一这样子就往这边走了，它不会真的这样子劈下来。他不会真的这样子劈啊！你真的这样子劈，你自己受伤了，晓得吗？所以常常当我们这样子劈的时候，我这样子劈的时候，我这样劈，我如果真的这样劈的时候，人家一拦，我这边伤了嘛。所以通常我这样劈的时候，是到这边啪变成这样，啪，我到这边变成这个，我不会伤。再打进去，所以很多招式表面的套路里面的招式是这样子练的，可是你不能照他这样用，因为他常常只练了前半，后半他没有弄出来，所以拳要什么？要老师解这个拳，老师不给你解这个拳，你不懂，然后你照着那个套路练，你就弄错了。听不懂？那你说为什么他拳里面他不就是这样子设计好呢？因为当到这边的时候，变化就很多了。我这个只是一个力量引他的防御出来而已。他出来了以后，我在这边的变化，就很多了，所以要老师来解。所以以前老师教拳而不给你解拳，他不给你解，那你这个我要怎么让这个有用？就让我的变强啊，让我的手臂变强啊，我就劈木头啊，劈铁棍啊，劈什么，让我这个劈变强，就不对了，晓得吗？这就是理解这一招理解错了。理解这一招错了你们谁有练八卦刀？八卦刀只有你练嘛？只有你练。你有练吗？没有。刀里面八卦刀里面有一招他那个刀是翻身跳起来这样子劈。你说翻身跳起来这样劈，这是不是力很大？可是他不敢这样用。什么原因？第一个还是一样，你拿着刀下去，应力在你的手上面了，你这个刀会翘力量。他不这样用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目的是要你起来架他，所以他的刀劈起来是跳起来，到这边劈半的时候一抽，啪，他要这个，他要你把这个地方露出来。所以他给你一个很大的威胁，那个是翻身跳起来劈到这边的时候脚没落，手一拿，啪，扎。他杀你是这个，他不是这个，
听不懂？所以它每一个招式啊，其实都是什么？符合我们生理的设计的那个顺畅度来做应用的。你只要发现到这一招你在用的时候，它违背我们生理的那个顺畅度的时候，你这一招一定是想错了。所以我们不会说去把自己的手练出那么厚，把骨头练碎，再重合起来，练碎再重合起来。我们不会这样做。我们也不会一直练这个劈，一直练这个劈，把关节练伤害了再复原，伤害再复原，把它练得很强。不会的，因为这个方法是错的。晓得吗？这方法错了，想错了。当初学的时候，老师没有给你解全，所以你只有想我把力量练大，把我自己练硬，一直练，把这一招式变成为这样的东西了。听不懂？中国武术一定是符合生理的，尤其是内家拳的东西，绝对是符合生理的，不会在伤害自己的情况下去用这个身体。他的关节都走在活位上面，走在活位上面都是可以变的。哎，如果我们动作很快，他们来不及拦呢？所以你这就假设人家比你差嘛。我就常常碰到嘛，我说这一招没有用，人家会说，他说因为我比他快啊，或者我力量比他大啊，所以就有用啊。你不能这样假设啊。我跟你讲过嘛，我们假设一个招式，一定要这个我的对手是谁，起码跟我的程度是一样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的假设必须是这个样子嘛，不是老师打学生，大人打孩子啊，这样不懂？如果你的动作有效建立在你觉得你比别人快的时候，如果人家跟你一样快，或者人家比你快，你就完蛋了，因为你的动作是不合理，你只是靠快，听不懂？合理的东西你不快也有效果，因为它合理，晓得吗？所以我们解拳必须要什么？对方他有跟你一样的反应能力的，你去解这个招式，你去解释这个招式的应用，才有效，才合理。所以能看网络上面有很多老师在示范这个招式，对手根本没反应，或者对手的反应是错的。那他这个招式看起来就很有效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其实他没有效，因为对手太弱，对手不知道怎么反应，晓得吗？所以我们两个人在切磋的时候，必须是什么？必须你跟我的反应是对的，那时候才有切磋的条件。听不懂？所以切磋是谁在切磋？切磋不是学生在切磋啊，学生有什么条件切磋？切磋是技艺已成的人切磋的。那我们都会书法的，我们两个来切磋一下好不好？但是书法的技艺已经到一个相当的程度了，可以切磋嘛？你刚练没3个月，你说要跟别人书法家切磋，不是开玩笑吗？听不懂？所以要了解切磋是什么，是谁在切磋，谁有资格切磋程度不到切磋就是错的，那种条件下的切磋会养成两边错误的观念，听不懂？这个一定要破掉还有网络上面很多在解招式，在讲招式的时候，他是
他的招式看起来很流畅，他的拳来，你的拳来，我可以叭叭叭，又这个打又这个摔，他是已经知道你要这样打了，这个是最难的。这武术打斗里面，这个是最难的。你怎么预判人家的出手是最难的。可是他把这个东西已经去掉了，他已经知道人家要怎么出手了，然后再讲去怎么应对。这已经没有意义了，没有意义。所以这个不是实战，晓得吗？这个不是实战，这是讲解招式，它不是实战。实战的状况下，最难的就是我不知道对方要怎么出手，什么时候出手，是吧？打仗也是一样嘛。所以你情报必须要收集的很完全，我知道他在什么时间，在什么地方发起攻击，在什么地方集结，我是根据这个我来做我的下一步啊，我都不知道，那是最难啊。所以你怎么预判人家的出手时机，跟人家的出手方式，这个是在实战当中打斗当中最难的。那你的讲实战，你把最难的这个去掉了。那个就不是实战了，听不懂？可以那样子来教学讲解这个动作的设计，可是你不能告诉学生，你不能讲你这个东西是实战，那会给别人错误的观念。听不懂？啊。所以这个是很难的，所以我讲现在讲实战是一个假议题，是一个假议题，现在没有实战，晓得吗？现在也没有切磋，也没有切磋，就大家把这个东西看得太简单了，就以前是成就者在做的事情，他拉到那个学习者也来做，也来学着做，通通不对了，好，动作真的是比较慢，或者把劈变拉，劈变这样子嘛。所以劈到可以什么？劈到以后可以变成这个，劈到以后可以变成这个。对啊，对，这手肘转换一下位置。手肘或者力量转一下。刚刚也是这样子。对。万一真的遇到有的动作比较慢，真的不小心打到，那我们手不是受伤了？对呀。对，他说要变化一下左对呀。换一下。对呀。没有，我们那个有放上去。好。只是。